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南郴州这边。我们经常说一个湖南省半部近代史啊，就是说的湖南在中国近代非常重要，不管是从哪方面讲都是这样的。然后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是一个中国传统村落，可以看到这个墙啊，就能够感觉这个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墙是什么墙呢？叫马头墙。一般我们说的徽派建筑和赣派建筑很多都有啊。它这个村落呢，现在保存的建筑啊，大概是200多年，快300年，是清朝时期的。然后整个这个古村落呢，大概是800多年的历史，是从南宋传承下来的。我们现在去看一看，到底这个古村落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村是叫奥上村，也是我们俗称的奥上古村。它是在郴州啊，我们说了，这个村落现在的建筑都是清朝康熙年间的，而这个村落最早有人的时候是南宋的时候，占地面积26000多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呢1万平方米。基本上这个是清代的古建筑群呐，砖木结构，马头桥、硬山顶、小青瓦，建筑呢是依山而建，层层叠嶂。特别是等一下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院落与院落之间呢都是青石板，特别是里面的砖雕、石雕、木雕非常精彩呀。砖木结构的，像这个房子呢应该是经过整修的。这边呢都是我们说的马头墙，这个是赣派的典型风格。我们去下面走一走啊。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啊，就是基本上从古至今呢，房子、村落或者寺庙、宫殿旁边都有祠堂。这个祠堂是干嘛用的呢？大家都知道了。假如说因为古代的房子啊，基本是木质结构的，所以万一有火或有什么事情，那就把这个水直接用过去，等于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消防池一样的消防水源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按照记载呢，现在统计呢。这里的古建筑群呢，就是房子大概是58栋，就是清朝风格的。里面呢很多还居住的人，一看这个房子啊，就充满了沧桑感。你想这一家的话，当时可能，还是比较有身份的人呢。上面这些雕刻了很多东西啊，有那个花，还有一些人，就他们这边的那个雕刻非常精美。我们往里面走一走。这里基本是青石板路啊，我们说的条条路通罗马，它这里也是一样，整个村呢都被这些青石板路啊连接起来了。哦，说我吃饭了。您住在哪里？住在这里是吧？您住在这里是吧？哦，那就基本上祖祖辈辈都在这边了。祖祖辈辈都在这边了。啊，这个房子挺不错的，几百年了吧？有几百年了。你像你这个房子有多久了？啊？你这个房子有几百年了？妈，这里200多年了。200多年啊！这里。哎，挺结实的。就你一个人吃饭啊？小鬼在外面。小孩都出去上班了是吧？啊，老婆去带孙子的。搞绿化去了。哦，像这些地方有很浓的生活气息啊。这里的基本都居住的人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大爷啊，他也是居住在这里，祖祖辈辈就在这里200多年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都是青石板路，这个墙啊，这个窗户也是这样的，木头的。这个当然，这个窗户经过后面整修的，那个时候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说句实话，在这些地方呢，如果我们走啊，晚上走的话，可能都会迷路，所以经常走这样的地方啊，要熟悉才行。而且有一点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基本上房子的地基下面呢，都有一个巨大的石头。像这些房子，当年这个村落很繁华、很富裕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一家一栋这样的房子，一般的人是建不起的。这里也是四通八达呀，这里也是一家，现在里面有人居住。基本上每家门口都有个这个石墩呢，石墩上面还有那个鸟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有鸟，而且左右2个石墩是不一样的。像现在我们累了可以坐在门口休息，然后这是一个洞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狗洞一样的。这个是一家人的大门，这上面呢是明齐三郡，就是说啊，这就是3兄弟居住的地方。然后右边呢是有花纹，有图案，发开富贵，这个是雕刻上面然后画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。
然后左边这边呢是我们说的平安，基本上每个门楣上面都有这个东西。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是五扇窗户，窗户下面呢有木雕，它这个木雕呢中间这里是一个人，就这里，它这个是代表一个师傅，然后其他左右两边每个门上面这里下面是有2个人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总共是8位徒弟，就师傅啊在指导这8位徒弟做事。就最左边的这个是大师兄、二师兄排过来，去大家看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啊，也是这里非常著名的石雕，去看看有含义的。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小院子一样的，当时可能大家吃完饭就在这里休息逛一下。这个地方很多人说下雨它排水怎么样？其实啊，它这种排水很方便的，在这个青石板下面呢就是排水系统，所以说下雨的话，这个村是不会积水的，相当于暗渠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一户人家，当年应该是很不错的。来看一下它这个石雕，这是狗洞，狗洞是6边形，这是一点。然后大家在这里看一下，这个地方，这个石墩呢上面这里呢2个角是2只狮子，是雕刻的吧？上面应该是蝙蝠，然后2个石墩都是一样的，对称的。然后中间再看一下，中间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，不知道是什么含义啊。但是呢，中间有2只动物，一只是鹿，另外一只是什么鸟，已经破碎了，看不清楚。等一下我们找一找那个没有破碎的能不能看到。然后这个石墩跟旁边刚才那个石墩是对称的，2只狮子在这个角落里面，等于是一左一右守卫这个大门。就可能我们平时说的在门口啊放2只狮子放在石墩上面，而它这里呢是把狮子放在石墩下面雕刻成的，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含义了。门口呢这里还有精美的石雕，大家猜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上面是一个人物，下面是一只动物。给大家说一下，上面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说的相当于是文曲星一样的，就是说他的这个家里啊希望这个有人能够事业有成，还有在古代呢能够那个进士啊、榜眼呐，或者是说当官呐，就是这些。然后下面这只呢就是一只动物貔貅，貔貅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相当于辟邪啊，就是保卫这个主人家平平安安，这都是对称的，一左一右都是对称的。你看看这个帽子，相当于在古代嘛，就是说的官帽一样的。貔貅雕刻精美吧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都是有含义的。在古建筑、古民居或者陵墓前呢，所有的这雕刻，不管是石雕也好、木雕也好，都是有含义的。刚才我们看到它的那个门上面的窗户上面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也说了，胡须拿的这个东西呢，经常在影视剧能够看到，就是上朝一般经常会拿这个。还有一点跟大家说一下，像这栋房子啊，我估计的话，应该超过了清朝，就是可能清朝之前修建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啊，在清朝的话，帽子不是这样的，一般的话不允许戴这样的帽子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是清朝之前的。有点像宋朝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宋朝的官帽是这样的，明朝的都可能不太像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村落最早的话就是南宋的时期，宋朝所建立的。像这栋房子呢就比较大，现在是一个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也有些精美的石雕，近距离看一下。啊，这个马头墙很明显的，一般看到这种呢就是徽派、干派建筑。这个地方的石雕，大家发现有没有区别？首先，人物瘦小一点，它这个方向也不一样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这边，然后这里呢，貔貅是一样的。最关键的是下面这个不一样，下面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起来有点像孔雀，像一只鸟。这个上面有尾巴，就是我们说孔雀开屏一样的。这个是单击，金鸡独立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个石墩都是一样的，基本上每家每户的石墩雕刻都差不多。我们继续走一走，在这个村其实很多东西比较独特，比较特别。这里很多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当年门前面的那个我们说的门轴要转嘛，就相当于这个石头是固定门的。基本上这个村落都是这种青条石，所以说啊，这个村落其实挺大的。巅峰时期的话，
我可以这样说，很多人走在这里晚上会迷路，绝对会迷路，白天都是绕来绕去的。所以这个村落啊，惊艳了100年时光，一个充满古韵的世外桃源。按照记载，有一个评选呢，就评选为湖南最美古村落。整体的建筑啊，现在保存下来大概都是清朝的，基本上长达200多年。但是有些个建筑可能不止。我们刚才走了这么多，也发现有些建筑呢特别古老。所以这个古村呢，是至今发现规模较大、保存较全、文化底蕴厚重的一座典型的湘南古村落。石雕特别多啊，木雕可能还相对来少一点，但石雕的话，每家每户的那个门口啊都是有的。古村落啊，特别是明清的古村落，现在保存的比较多。明朝之前的这种古村落啊就比较少，因为毕竟历史太悠久了。整体我们就逛的差不多了。现在出去走一走，这个地方还是挺有特色的。